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残酷的现象？你身边那些最合群的人，往往混得最差。天天组局的人，银行卡余额最少；朋友圈最热闹的人，深夜最焦虑；微信好友5000人的人，真正能借到钱的不超过3个。你拼命融入每一个圈子，你害怕被落下，你害怕被遗忘，你害怕自己不合群就会失去什么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拼命抓住的那些东西，恰恰是拖垮你的元凶。你越合群，越穷。这不是一句毒鸡汤，这是一条冰冷的生存法则。今天这条内容可能会颠覆你过去10年对社交、对人脉、对成功的全部认知。如果你正处在一种疲于奔命却原地打转的状态，如果你明明很努力却越来越穷，如果你开始隐隐觉得自己的生活哪里不对劲，请你一定把这条内容看完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真正的高手绝不会公开说的秘密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上一次真正一个人安安静静待着是什么时候？不是那种刷手机的独处，不是那种一边躺着一边焦虑的假休息，是真正的关掉所有社交噪音，沉下心来跟自己的野心对话的时刻。你想不起来了，对吗？因为你的时间早就不属于你了。周一有人喊你吃饭，去了；周三有个所谓的行业聚会，你去了；周五有人拉你进一个创业交流群，你进了；周末有个朋友的朋友说要介绍资源给你，你又去了。你忙得像个陀螺，你觉得自己在经营人脉，你觉得自己在拓展圈子，你觉得这些社交总有一天会变现。可是你回头看看，过去1年，过去3年，过去5年，这些饭局给你带来了什么？那些交换过名片的人，有几个真正帮过你？那些觥筹交错的夜晚，有哪一个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？你不敢算这笔账，因为一算就会发现，你这些年最大的开支，不是房租，不是学费，而是社交。不光是金钱上的社交成本，更可怕的是时间和精力的社交成本。你把你最稀缺的资源注意力，像撒胡椒面一样撒在了一堆毫无意义的人身上，然后你回到家，精疲力竭，什么正事都不想干。你的项目搁浅了，你的技能停滞了，你的存款没涨，甚至缩水了。可你还在安慰自己，没事，人脉就是钱脉，我在投资未来，醒醒吧。你不是在投资，你是在挥霍；你不是在经营人脉，你是在自我消耗。你把合群当成了安全感，却没意识到，这种安全感的代价是你一直贫穷。我知道你听到这里可能会反驳，你会说，人是社会性动物，不社交怎么获取资源，不合群怎么获得机会。这个逻辑听起来没毛病，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前提被你忽略了，那就是你得先有被别人需要的价值，社交才有意义。罗伯特·格林在《权力法则》里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，在你没有绝对实力之前，你的每一次高调亮相都是在给自己挖坑。他研究了历史上无数权力高手，从凯撒到拿破仑，从洛克菲勒到乔布斯，他发现了一个共同规律，真正的强者在崛起之前无一例外都经历过一段消失的时期。他们不是不社交，而是他们深深明白一个道理，在你手里没有筹码的时候，任何社交都是你单方面的付出。你以为你在结交人脉，人家只是觉得你凑热闹；你以为你在拓展圈子，人家只是让你凑个人头；你以为你跟大佬合了张影就是有了连接，人家转头就把你忘了。这不是势力，这是人性。人性的底层逻辑就是等价交换，你没有等价的东西可以交换，你在任何社交场合都只是一个陪衬品。格林把这叫做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在你还不够强的时候，别急着让别人看见你，把那个急于表现的自己藏起来，把所有向外求关注的能量收回来，用这些能量去打磨自己。等你真正强大了，你不需要合群，
群会来合你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我明明知道这些道理，却还是做不到？为什么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总是忍不住想凑热闹，总是害怕一个人待着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你想象的要深。荣格在他的个体化理论里讲过一个概念，我把它翻译成你能听懂的话。他说，每个人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手机电量。你每天早上醒来，满电是100，但这100格电是你所有活动的总预算。你拿去社交了，就没法拿来深度思考；你拿去讨好别人了，就没法拿来打磨技能；你拿去刷朋友圈比较了，就没法拿来规划你的未来。这是一道残酷的数学题，不存在两全其美，而合群这件事恰恰是最耗电的活动之一。因为合群不只是花时间那么简单，它消耗的是你最底层的心理资源。你要揣摩别人的想法，你要管理自己的形象，你要压抑自己的真实需求，去配合群体的节奏。每一次合群，你都在做一次微型的自我分裂。你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，端出一个社交版本的自己。长此以往，你不是在经营关系，你是在透支生命。荣格说，当一个人的能量长期向外倾泻，向内整合的力量就会枯竭，你会变得越来越空洞。你知道很多东西，但你做不到；你有很多想法，但你执行不了。你给别人的感觉很开朗，很健谈，但回到家的那一刻，你感到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空虚。那种空虚不是孤独造成的，恰恰相反，那种空虚是过度社交造成的。你的电量被掏空了，你的自我被稀释了，你变成了一个只有壳没有核的人。这就解释了一个现象，为什么很多人越合群越穷？因为赚钱这件事本质上需要的是高度集中的深度注意力。你去看任何一个在自己领域做到顶尖的人，不管是写代码的、做设计的、搞投资的、做内容的，还是做生意的，他们在关键跃升期无一例外都有一段失踪的日子。那段日子里，他们不参加无效饭局，不混无用的群，不刷毫无营养的朋友圈，不回复那些可回可不回的消息。他们像一台被切断了所有外部连接的超级计算机，把全部算力用在了一件事上，死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曾国藩把这叫结硬债，打呆仗，看起来笨，看起来慢，看起来没有那些社交达人风光，但3年5年之后，你会发现那些当年最热闹的人还在原地吹牛，而那个安安静静消失了的人已经翻了好几倍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成功从来不是被连接出来的，成功是被死磕出来的。那些让你翻身的硬本事、深度写作能力、精准商业判断、过硬的技术功底、独到的审美眼光，没有任何一项是在饭局上练出来的。他们只能在你一个人安安静静关起门来，日复一日的刻意练习中慢慢长出来。合群不会给你这些东西，合群只会给你一种幻觉，让你觉得自己在进步，实际上你只是在陪别人消磨时间。我要告诉你一个更扎心的真相，你之所以那么害怕不合群，并不是因为你真的需要那些社交，而是因为你潜意识里在逃避一件事，那件事就是独自面对自己的平庸。当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没有热闹可以麻痹你，没有别人的吹捧可以安慰你，你必须直面一个赤裸裸的事实，你目前的能力配不上你的野心。这个事实太痛了，所以你选择社交来逃避，你选择用热闹来盖住那个声音，你用我人脉广，我圈子大，我认识谁谁谁来给自己一种虚假的安全感。但这种安全感像止疼药，它只是暂时遮盖了症状，病根一直在那里。你每次从饭局回来，那种空虚感会比之前更重，因为你知道你又浪费了一个晚上，你又离你真正想要的生活远了一步。你在用合群来麻痹自己，你在用社交来逃避成长，
这才是越合群越穷的底层心理机制。不是社交本身有害，而是你在用社交来替代你本该做的事。你在用热闹来逃避寂寞，而那个寂寞里藏着你翻身的全部答案。现在让我告诉你，真正的转折是怎么发生的。每一个后来翻了盘的人都经历过一个觉醒时刻，那个时刻通常不是什么戏剧性的大事件，而是一个安静的几乎不被人察觉的内心转变。它可能发生在某一次饭局上，你坐在一群人中间，周围觥筹交错，高谈阔论，你忽然觉得一切都与你无关。你看着那些人，那些跟你年龄差不多、境遇差不多的人，他们聊的还是跟3年前一样的话题，抱怨一样的老板，重复一样的计划，吹一样的牛。你忽然意识到，这些人不是你的战友，他们是你的牢笼。不是他们在拖你后腿，而是你主动把自己绑在了这个平庸的舒适区里。那一刻，你内心有什么东西碎了，可能是面子，可能是对合群的执念，可能是那种不去就不够意思的虚假义气。碎了之后，你第一次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。你开始问自己，我到底想要什么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，跟我想要的东西有没有半毛钱关系？答案是没有。然后你做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很奇怪的决定，你开始消失了。你不再秒回那些可有可无的群消息，你不再出席那些纯粹是为了维护面子的饭局，你不再强迫自己去讨好那些根本不在乎你的人。你把手机调成静音，你关上门，你开始跟自己死磕。那段时间，你在别人眼里可能变得不合群了，冷漠了，不好相处了。有人会在背后议论你，有人会说你变了，有人会觉得你装，但你不在乎了，因为你终于明白，那些议论你的人，没有一个能帮你还房贷，那些觉得你装的人，没有一个能替你扛住深夜的焦虑。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能负责，而负责的第一步，就是夺回你的时间和注意力。这就是东方哲学里讲的潜龙勿用。龙在深渊里蛰伏的时候，不鸣不叫，不显不露，不是它不行，而是它在蓄力。等它一飞冲天的那一刻，所有人才会恍然大悟，原来它早就在准备了。你现在需要做的，就是成为那条潜龙，不是让别人看见你在努力，而是让你自己真正在努力。这两者有天壤之别。很多人努力是做给别人看的，他们把每一次的加班照片发朋友圈，把每一次的小进步汇报给所有人，他们需要外界的掌声来给自己续命。但这种表演式努力有一个致命的 bug， 它把你的成长变成了一场社交行为。当你把计划说出去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种已经完成的虚假满足感。心理学上把这叫社会现实效应。你跟别人说我要创业，大家都夸你厉害，你的多巴胺就已经分泌了，你的驱动力就已经消耗了。然后你回到家，面对那堆真正该做的枯燥工作，你反而没有动力了，因为奖赏已经提前兑现了。你把终点的快感预知到了起点。真正厉害的人恰恰相反，他们闭嘴，他们什么都不说，他们把所有的计划、野心、布局全部锁进暗处，不是因为他们低调，而是因为他们深刻懂得，过早的暴露是对自己最大的诅咒。当你在种子还没发芽的时候就把它刨出来给别人看，那颗种子就死了。你的项目、你的转型、你的积累，在它还脆弱的时候，经不起任何外界的审视和评判。别人的一句这能行吗，就可能动摇你3天。别人的一句我觉得挺难的，就可能让你退缩1周。而那些所谓的支持和鼓励，也不过是廉价的情绪甜品，吃完了什么营养都没留下。所以闭嘴是一种战略，沉默是一种武器，在暗处发力是强者最基本的自我保护。我知道你可能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是我真的很害怕一个人待着，我害怕孤独，我害怕被遗忘。
我害怕我不合群就会失去所有的朋友。我理解这种恐惧，但我需要你看清一个事实，你所害怕失去的那些朋友，真的是朋友吗？你去做一个测试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明天突然失业了，欠了一大笔钱，你微信里那几千个好友，有几个会借钱给你？你那些酒肉朋友，有几个会真的帮你？你那些社交场上称兄道弟的人，有几个会在你落魄的时候还跟你吃一顿路边摊？3个、2个、1个，可能1个都没有。这就是真相。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维系的关系网，其中 95% 都是不堪一击的。当你有价值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；当你失去价值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消失。这不是因为人心险恶，这就是社交的本质规律。关系的牢固程度永远跟你能提供的价值成正比。所以你真正该做的，不是花时间去维护那些脆弱的关系，而是花时间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。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去经营人脉，人脉会主动来找你。当你足够稀缺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去合群，群会自动围绕你形成。这就是这个世界最残酷也最公平的规则。先有实力，后有关系。顺序反了，就什么都不对。让我跟你说一个高手从来不会公开讲的底层逻辑。真正赚大钱的人，不是社交最广的人，而是信息差最大的人。什么意思？当所有人都在一个饭局上交换同样的信息时，那些信息就已经不值钱了，因为它没有稀缺性。而真正值钱的信息和洞察，从来不在热闹的场合流通。它在哪里？它在那些一个人深度研究的深夜里，它在那些独自啃完一本晦涩资料后的顿悟中，它在那些别人在聚会时你在复盘的时间差里。你想想，巴菲特为什么一年到头几乎不出奥马哈？他难道没有能力去参加华尔街的所有顶级派对吗？当然有，但他不去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竞争优势不在社交上，而在他独自阅读和思考的时间里。那些他每天花5-6个小时阅读年报的时光，那些他拒绝了无数邀约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思考的时光，才是他真正创造价值的时光。你可能不是巴菲特，但底层逻辑是一样的。你的竞争优势不在于你认识多少人，而在于你比别人多了多少独处的、深度思考的、刻意练习的时间。每一个你拒绝的无效饭局，都是你给自己多出的2-3个小时。每一个你退出的无聊群聊，都是你省下的30分钟碎片注意力。把这些时间攒起来，一天多2小时，一年就是700多个小时。700多个小时的深度学习和刻意练习，足以让你在任何一个领域从零到入门，从入门到精通。而那些把这700小时花在社交上的人，他们还在原地，3年后还在跟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，5年后还在抱怨怀才不遇，10年后还在参加同样的饭局，只是脸上的疲态更深了，银行卡里的数字更少了。现在我要讲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东西，那就是你对合群的成瘾，本质上跟你害怕直面自己的攻击性有关。什么意思？荣格讲过一个概念叫阴影。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些被压抑的部分，对于那些过度合群的人来说，被压抑的往往是攻击性、边界感和说不的能力。你为什么不敢不合群？因为你害怕冲突。你为什么不敢拒绝？因为你害怕别人不喜欢你。你为什么总是委曲求全？因为你从小被教育要乖，要懂事，要跟大家搞好关系。这些教育让你把自己的攻击性和野心深深藏了起来。你不敢说不，你不敢发火，你不敢表现出强势的一面。你把所有的棱角都磨平了，变成了一个谁都不得罪，但也谁都记不住的人。但你知道吗？你磨掉的那些棱角，恰恰是你力量的来源。你压下去的那些攻击性，恰恰是你赚钱的燃料。因为赚钱这件事，本质上就是一种攻击性的正向表达。
它需要你敢于争取，敢于竞争，敢于说这个机会是我的，敢于在必要的时候拒绝不属于自己的消耗。一个没有攻击性的人，注定是被分食的猎物，而不是主导分配的猎手。所以你必须找回你的攻击性，不是让你变得粗暴、无理、伤害别人，而是让你重新拥有说不的底气，拥有划定边界的能力，拥有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的勇气。这不是自私，这是自尊。一个连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保护不了的人，拿什么去创造价值？拿什么去跟这个世界交换你想要的东西？我再给你讲一层更深的东西。你这些年走的所有弯路，吃的所有亏，浪费的所有时间，他们不是白费的。我知道你会想，我花了这么多年在无效社交上，我是不是已经晚了？是不是来不及了？不，一点都不晚。因为那些年的经历给了你一样极其珍贵的东西——辨别力。你现在之所以能听进去这些话，之所以能产生共鸣，恰恰是因为你经历过那些无效的热词，你见过那些虚伪的场面，你尝过那种被利用完就被丢弃的滋味，你体验过那种满心期待结果一无所获的失望。这些经历是教科书里学不到的，它让你知道了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什么值得投入，什么必须远离。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无效社交之苦的人，给他讲这些道理，他听不进去的，因为他没有切肤之痛做支撑。而你有，你那些浪费的年头，本质上是你用最昂贵的方式完成了一场实验。实验结论已经出来了，合群这条路走不通。那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换一条路，从暗处发力。你不是起步晚了，你是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。现在让我给你一些非常具体的做法，不是那种空泛的大道理，而是你今天就可以开始执行的行为准则。第一件事，学会社交断舍离。打开你的微信，看看你最近1个月聊过天的人有多少，把那些超过3个月没有实质性互动的群全部退掉，或者设置免打扰。把那些每次聊天你都要想很久怎么回复，回完之后又觉得浪费时间的人，降低互动频率。你不需要得罪任何人，你只需要安静的后退，不主动联系，不主动参加。别人邀请你的时候，学会说一句话，不好意思，最近在忙一个项目，改天再聚，然后没有改天。你以为别人会介意吗？不会，因为每个人都忙着关注自己。你高估了自己在别人生活中的存在感。你消失3个月，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注意到。而那些真正在乎你的人，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参加一次饭局就跟你绝交。真正的关系经得起距离和时间的考验，经不起的本来就不值得你花时间维护。第二件事，建立暗处发力的习惯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做的任何重要的事情，不要第一时间跟任何人分享。你在学新技能，闷头学，不要发朋友圈。你在攒钱，默默攒，不要跟朋友炫耀。你在做一个新项目，做出结果之前，谁都不告诉。你在读一本改变你认知的书，读完消化完执行完，再决定要不要跟人提起。把你的成长变成一件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事情，不是因为见不得人，而是因为你要保护它。你的种子还在发芽阶段，任何外界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它的生长方向。等它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，别人再怎么评头品足，都动摇不了你。这就是在暗处发力，在亮出经验的底层逻辑。你让结果替你说话，而不是让嘴巴替你证明。第三件事，每天给自己至少2小时的绝对独处时间。这2小时里，手机静音，社交软件关闭，不回任何消息。这2小时完全属于你自己，用来做什么？用来做那些真正能让你增值的事情。不管是学习、练习、阅读、思考、创作，还是规划。关键是，这2小时必须是高质量的，不被打断的深度时间。
你可能一开始会很不适应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随时有人找你，随时刷手机，随时有新消息进来的那种刺激感。当这些都消失的时候，你会感到一种空虚，一种焦躁，一种坐立不安。那种感觉恰恰说明你已经对社交刺激上瘾了。而戒掉任何瘾，前期一定会有戒断反应，挺过去，挺过前2周，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你的注意力会变得异常集中，你的思考会变得异常清晰。你会在独处中发现很多你之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就是你未来翻身的筹码。第4件事，重新定义有效社交的标准。我不是说让你从此以后不跟任何人来往，完全的孤立也是另一种极端。关键是你要区分消耗性社交和滋养性社交。消耗性社交的特征是，聊完之后你更累了，更焦虑了，更觉得自己不行了，或者聊完之后你只是获得了一种短暂的热鸽子感，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收获。滋养性社交的特征是，跟对方交流完，你获得了新的认知、新的视角、新的资源，或者你被激励去做某件具体的事情。1个月里，把你的社交总量砍掉 80%， 剩下的 20% 只保留那些滋养性的连接。你会发现，少即是多。当你把精力集中在少数真正有质量的关系上时，每一段关系都会变得更深，更有价值。你不再是一个5000好友但一个知己都没有的人，而是一个只有3-5个真朋友，但每一个都能在关键时刻拉你一把的人。第5件事，把你省下来的能量投入到一个长期主义项目上。你不需要同时做很多事，你只需要选一件事一件。如果你坚持做3年，一定能彻底改变你人生的事。然后把你从社交中省下来的所有时间和精力全部灌注进去，可能是一项硬技能，可能是一门生意，可能是一种创作，可能是你自己的身体和健康。不管是什么，选定了就不要换，不要被新的饭局诱惑，不要被新的圈子吸引，不要被别人的进度打乱你的节奏。像曾国藩说的那样，结硬债，打呆仗。一天推进一点点，一周推进一小步，1个月回头看，你已经走出很远了。但这一切的前提是，你得先把注意力从外界收回来。第6件事，也是最难的一件，允许自己被误解。当你开始消失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人说你变了，有人说你不合群了，有人说你冷漠了，有人说你装，甚至可能有人会因此疏远你。让他们去吧。你没有义务为你的成长向任何人解释，你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理解，你只需要对得起自己的人生。那些因为你不合群就离开的人，本来就只是你生命里的过客，而那些真正理解你的人，会在你成功的那一天，对你说一句，我就知道你能行。不需要太多，3-5个这样的人就够了。我想给你讲最后一个画面，想象一下3年后的你，因为你从今天开始执行了暗处发力的策略，3年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子？你的技能已经到了行业前 10%， 你的收入翻了好几倍，你的认知水平远远超过了你过去那个圈子里的所有人。你不需要再去主动搜手，因为已经有人慕名来找你了。你不需要再到处递名片，因为你的作品和成果就是你最好的名片。你不需要再害怕孤独，因为你已经在独处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。那个自己比任何社交都更让你踏实。那个时候，你会回想起今天，回想起你做出不再为合群而合群这个决定的那一刻。你会感谢自己，感谢自己在所有人都在往热闹的地方涌的时候，你选择了退后一步。感谢自己在别人都在炫耀的时候，你选择了闭嘴死磕。感谢自己在害怕孤独的时候，没有向恐惧妥协，而是选择了跟自己的成长站在一起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如果你的觉察没有改变你的选择，它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。你看完这条内容，
如果只是觉得说得对，然后继续去参加今晚的饭局，那这些文字对你来说就毫无意义。觉察的价值不在于让你知道，而在于让你做到。很多人把懂道理当成了一种成就，他们读了很多书，看了很多视频，学了很多概念，然后用这些知识来装点自己的社交谈资，你知道吗？荣格说过，罗伯特·格林讲过一个法则，他们把知识变成了另一种社交货币，而不是行动的指令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懂了很多道理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，因为他们只是在收集地图，却从来不上路。认识自己，不是为了永远研究自己，而是为了更真实地活出来。很多人沉迷于自我分析这件事本身，他们分析自己为什么焦虑，分析自己为什么拖延，分析自己为什么害怕孤独，分析来分析去，分析了3年，什么都没变，因为他们把分析当成了目的，而不是手段。你分析清楚了自己害怕不合群的心理根源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你要去做那件让你害怕的事，真的退出一个群，真的拒绝一次饭局，真的一个人安静地度过一个周末。不是想通了就行了，是做了才行。真正觉醒的人不会越来越关注自己，而会越来越投入生活。这句话很反直觉，但它是真的。很多人以为觉醒就是要一直向内看，其实不是。向内看只是第一步，看清了自己之后，你是要带着这份清醒重新投入外面的世界的，不是投入无效社交的世界，而是投入创造的世界，投入你的事业、你的作品、你的贡献。自我观察的终点不是成为旁观者，而是重新成为行动者。你需要从观察自己的人变成使用自己的人，把你对自己的了解变成策略，把你对人性的洞察变成竞争力，把你在暗处积蓄的力量变成现实世界里实实在在的结果。这才是暗处发力的完整闭环，先退回暗处看清自己，然后在暗处打磨自己，最后从暗处冲出来，用结果惊艳所有人。最后，我想对你说一段话，你不必为你的不合群道歉，你不必为你的独来独往感到羞耻，你不必为你拒绝了一次饭局而愧疚，你不必为你选择一个人待着而觉得自己有问题。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，从来不是那些社交达人，而是那些能在孤独中创造出惊人价值的人。你的独处不是缺陷，是天赋；你的沉默不是软弱，是蓄力；你的消失不是逃避，是战略性撤退。你现在正处在潜龙勿用的阶段，深渊很黑，很安静，很寂寞，但你正在这黑暗中长出翅膀。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，你会一飞冲天，而那些曾经嘲笑你不合群的人，会在你飞起来的那一刻哑口无言，不需要跟他们解释什么，让结果说话就好。你只管在暗处默默发力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时间不会辜负一个在黑暗中咬牙赶路的人，从来不会。这是这个世界对孤勇者最后的温柔，而你值得这份温柔。去吧，关掉这条内容之后，去做那件你一直想做但一直拖着没做的事。不需要跟任何人说，不需要发朋友圈，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认可，只是去做，安静的、坚定的、一个人的去做。这就是你翻身的开始，从暗处出发，向光处抵达。